如果我说万金墨是外星人，他的妹妹是一只猫，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第1集的心得体会。目录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接着往下看吧。这一趴会分享招品屋在第1集里头发现的细节。第一幕出现的月亮是缺了一个大口的，从一开始就在暗示这是某个人的梦境。与之对应，天上如果出现缺了一个大口的血月，即在暗示这是某个人的噩梦。墨这里用的手枪好像是鲁邦三是同款是吧？对，是的，那个瓦尔特 P38。我们初看墨这里捂着胸口，只是以为他在耍帅，可后面某位观众又给我科普了一下，射击运动员在比赛中也会捂胸口，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调整呼吸，缓解紧张，进而提高射击的准度。因此这个动作设计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墨的书架上除了特工以及梦相关的书籍，还有几本他可能近期看过的书是值得一提的，只因他们能从侧面刻画出墨的人物画像。这里从右到左依次是20几岁时该做的事，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智慧，帮助他人的条件，献给喜欢助人为乐的你的一本书，受欢迎的魔法，摩托车驾照凭这一本完全掌握，在撰写简历以前，求职礼仪彻底讲座，如何找到适合你的职业，未来有用的资格证书，10分钟快手创意菜谱，第一次自己做饭。合理推测，这些书籍既暗指了墨近段时间的经历。虽然刚毕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工作，但墨明确的目标是要帮助他人。正处于空窗期的他，想利用这一时期考个摩托车驾照以及各种资格证，也在一边投简历。可由于没有收入，暂时只能靠妹妹养着。作为报答，他认为自己最起码得学着做饭，减轻妹妹的负担。妹妹并不是因为哥哥想把梦境带入现实，而是对他想要助人为乐这点才变得反常的。当然，这一整段关于妹妹的细节并不只有这一点，可这部分得结合上一定的脑补才能进行下去。为此，我把妹妹相关的细节放到最后一趴再展开了，感兴趣的话请务必看完。撞向墨的车辆里并没有人，却系上了安全带。安全带系上了，那我会认为这个地方本来是有个人，然后消失了。神隐了，这哥们儿神隐了。无人驾驶这一块，对，我猜上湖内就是想要我们去联想才这么整的，但我也在想，这更多是为了凸显出那种诡异感才系上的安全带。只因车里没人，那不系安全带也完全可以的嘛。对啊，这一幕出现的折纸，除了桌上摆着的有着祈祷祝福含义的千纸鹤，还有兔子、猫以及恐龙，它们具体指代了什么，我也是先按下不表。自21世纪有被统计到的暗箱事件就有911起，背后的含义相信也不用我多说了。反倒是下面那句，自2025年1月起，暗箱事件发生的概率急剧上升，已记录在案的就有51起。我认为事件发生频率剧增的原因与洛克斯的介入有直接联系。至于这个51，我们私底下推测过后认为是创作者们把 Z 第1集和嘎普的50集相加得来的。然后这里我再穿插个数字上的讲究吧。Z 的全力是8.1吨，T 力是16.2吨。这个8.1应该是源自假面骑士第1集的收视率8.1%。我用一个比较贴合今年主题的话来总结，就是梦开始的地方。而且 Z 还是面向全球的假面骑士1号，用8.1吨来致敬初代也合情合理。墨没有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处于梦中，我想是因为他1天内已经给妹妹嘴了2次的关系。其次，能做明星梦的人理论上能够自行构筑梦境，而梦魇的出现并不在他的选项里头，这才让他误以为此刻人处于现实之中。根据目前剧内给出的逻辑来分析，能做明星梦并且处于睡眠中的灵梦，才有可能被牵扯进梦魇侵扰的梦境。因此，我认为故事开头出现在墨梦中的灵梦，单纯只是他的幻想。不过这一次是真把灵梦给牵扯进来了。哦，在梦里头拉住男主的手，应该就是女主了。这说不定有可能是男主自己的潜意识想象出来的一个形象，他的本我之类的。那不能是女的吧？因为他这个袖口和女主当时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就是提前查过了，他们俩的衣服袖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开始就排除这种可能性了。你非要说她是女的，我宁愿相信这是墨的妹妹多一点，好吧？都可以，一切皆有可能。现在是司令官零的真人模样，我通过其体型和发型来判断，应该是由零的皮套演员永德来出演的。这集之后，他就以摩托车人的形象出现了嘛。他的形象转变，我是这么理解的：与其当司令官隐藏的真身，操控摩托车人的躯体来示众，不如说是墨把司令官又幻想成了摩托车人的形象。虽然结果是一样的，但是过程是不同的嘛。也可以这样想。而且你们知道吗？墨的行动代号是 Seven， 他的上司又是 Zero。Zero 是 Seven 的上司，太倒反天罡了。那也挺有梗的。实际上，梦魇被这次打倒过后是打起了呼的，各位有听到吧？听到了。也就是说，梦魇被打倒便会陷入沉睡。然后以剧中的设定来说，做梦的人会被称之为梦主。那有没有可能是梦魇陷入了沉睡，梦主才会苏醒之类的讲究呢？但目前还无法确定梦魇和梦主之间的直接关联性，等后续有更多证据了才能接着展开，好吧？
另外，各位应该也注意到了，梦魇消散以后变成蝴蝶飞走了嘛，就可能有些庄周梦蝶之类的意象在里头吧。庄周梦蝶在日本也算比较有名吧。是的，是的，女神异闻录系列基本上是庄周梦蝶。对，我对蝴蝶有一个理解，就是你知道《仲夏夜之梦》吗？我知道啊，仲夏夜之梦也是个蓝色的蝴蝶，就可能相当于是个美梦嘛。对，不过莎士比亚原著里是没有出现过蓝色蝴蝶的，蓝色蝴蝶是日本那边特有的诠释，也相当于这部作品的一个意象符号吧。而且梦魇变成了蝴蝶飞走了这个表述也不一定准确哈，因为剧内的特效表现得很暧昧。开播前的预告各位还记得吧？诺克斯登场时有在驱使大量的蝴蝶，那其实这段也完全可以解读成诺克斯驱使蝴蝶把梦魇给接走了。最关键的是它并非蓝色的蝴蝶，而是紫色的。你如果说蓝色蝴蝶象征着美梦，那紫色是不是也能象征噩梦呢？哦，这部分目前信息量太少了，等后续有更多情报再接着探讨咯。我这里想打个岔哈，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子的腰太粗了呀？核心力量好的人腰一定是粗的。哦，那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迎合欧美地区观众的口味才整这么壮的呢？那也确实有可能。这集其实有个挺让我后怕的点的，莫进入人才市场办公处登记以前，不是在逗那个小女孩吗？没多久，坐他旁边的大叔就把她给带走了。他恐怖的点在于你在看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是不是？我以为校长来接他呢。对，我初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不过重新拉片过后，我才发现这是上村内刻意误导我们的，只因他在此前有通过画面与剪辑刻意模糊了小女孩与大叔的关系。实际上，莫在逗小女孩的时候，大叔和小女孩之间还隔着个大婶，中间又插了段莫和工作人员耍宝的情节来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再到下一分镜，上村内还把大婶起身的动作给剪掉了。基于这些操作，才会让大部分观众没意识到大婶原先也处在这个空间。可实际上，莫则透过上述的信息差，确信了大叔并非小女孩的监护人，才会对他带着小女孩离开感到奇怪。直到亲妈一出来，才真正的意识到，完了是人贩子。其实这个地方剧里面也是留了个口子的，那个大叔不一定是人贩子，也可能是猥亵儿童的变态。我害怕，吓死人！能惊出一身冷汗。这就是我们广东地区那些什么金鱼佬啊，就哥哥帶你睇金魚嘅，一手就把你拐走了。大叔跟主角在那个空间里，对小女孩来说都是陌生人，有友善的，就有一个想拐你的，你想想。对，怪人的恶意至少是肉眼可见的嘛。但人类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永远看不透皮囊之下藏着的是什么心思。明明人贩子或者说猥亵儿童的变态就在身边，却没有任何人能察觉得到。我觉得这个情节表达的目的部分就是告诉小朋友不要跟陌生人走，第二部分就是引出男主救别人的情节。而且男主处理这件事，他首先是身体动了，自己冲出去了，但在他面对小女孩大叔准备拐上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他知道这里是现实，他是先鼓励了自己再冲上去的。他知道自己现实的懦弱和孱弱，但是他有想帮助别人的心。这个事情还能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就比如说莫可能知道自己只要想去帮助他人，就会遭受甚至会威胁到自己性命的厄运，但他还是选择了去救小女孩。也可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他是做好要倒霉的心理准备了，然后他就冲出去了。关于这部分，我再分享多个脑洞哈。以之万金莫每次想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厄运嘛。而这集的表现是，他想要帮助小女孩，结果他自己被车撞了，引发了骚动，进而让人贩子选择跑路。结果而言，是小女孩因此得救了。那其实可不可以说是莫代为承受了小女孩的厄运，这才让小女孩得救了呢？他名字不是莫吗？对，取自石梦莫嘛。他可能是吃了别人的噩梦，消化的时候闹了下肚子。对，那这个脑洞我觉得很接近尚未公开的设定了，算是挺新颖的一种救猫咪吧。进入下一个话题以前，我想再打个岔。招品屋的研讨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生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招品屋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将是我坚持更新的动力。顺着刚才的话题，我想再聊一下目前已登场角色在姓名设计上的讲究哈。莫的姓氏万金因取自于夜，女主的名字宁梦与 name 同音，就是快乐的意思。诺克斯与希腊神话中的黑夜女神同名，在拉丁文里则有夜晚黑暗的意思。富士间警官的名字铁野与彻夜同音，南原警官的名字成华则取自茄子，只因日本有一句谚语是一富士二鹰三茄子，即新年第一个梦见富士山，鹰或者茄子是个好兆头。至于男主妹妹的名字美浪与南同音，我和某位组员私下讨论过后判断，南可能取自在日本那边也十分著名的中国典故南柯一梦。而且南是太阳的方向，一直美浪负责喊睡不醒的莫起床的职能。另外，美浪本身就有着美丽的波浪这层意象，有着宽广的胸怀这层含义，对应美浪虽为妹妹，但使得执行姐姐职能的人设。
这里以防有观众还不知道，我再提多嘴。美浪最初被设定为墨的姐姐，可由于上湖内在试镜时相中了现年16岁的八木美树，才与高桥商量将美浪的人设改成了会像姐姐一样照顾哥哥的妹妹。倒霉的男主加上姐姐，他真的很想捏他剑王啊！对啊，虽然会有不少观众拿墨和良太郎做比较，包括我自己也是了，但是这集在知晓墨的各种厄运过后，真的会让我感到后怕呀。我觉得他的厄运完全就是会危及生命的那种。真的会死人的。是啊，电玩在这部分反倒是刻意把良太郎的厄运给幽默诙谐化了，比如说推倒车骑到树上之类的。画风不一样了。相较之下，你们想想，墨遇到的都是什么呀？中学时代就被雷劈，还劈到全身烧焦了嘛？高中游泳的时候被鲨鱼咬伤大腿，大学的时候被陨石砸中，包括嘎补最后一集被 UFO 电击是吧？去年男主被车撞的时候把车撞坏了，今年男主把自己撞坏了。你都不知道他是好运还是不好运，不好的事情全遇上，但是又活下来了，真难杀啊！对，更搞的是，目前为止墨所遭受的厄运都能够在 Gazetto 里找到对应的 Kimi 来做这种事情。对，而且你们知道吗？今年的副片还是臭羊肉，都不知道他们是故意的还是故意不小心的了。都是炼金术师的阴谋是吧？哎，炼金的怎么这么坏？各位有没有发现结尾处 Nox 翻倒了花瓶，但是现实里花瓶没有倒？如果说这个梦境真成噩梦了，那么这个噩梦内容就会反映到现实；如果说没有成，就不会反映，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断？你的意思是梦也要达成某种条件，让噩梦成真了，洛克斯弄掉的花瓶才会在现实里碎掉，是吧？没错，比如说我是 Nightmare， 我炸了一家医院，这子没法阻止我，这个医院在噩梦成真以后真的爆炸了，那就对应司令官说的台词嘛 ，May your dream come true。梦想成真在剧中也是要达成某种条件的嘛。那他这个腰带就是说他美梦成真了。哦，就是说墨的美梦成真了，因此他梦里出现的腰带什么的被带到了现实当中，或者是说墨他完成了一项任务。对，类似于那个梦魇啊，在梦中也要完成一项任务，完成了以后才能影响到现实。哎，那我再基于你的理解延展下去，这集的梦魇要完成的任务有没有可能就是干掉墨，或者击溃墨的心理防线啊？有可能啊，他就是冲着男主来的，只是男主他比较特殊，有可能一些奇遇的东西，最终让他意外的变身为这子，阻止了噩梦成真嘛？那也有可能是推着他成为假面骑士呢。作为观众，我们要知道这是他变成骑士的先行条件。但你换个角度思考，也只有能够做明星梦，拥有不受噩梦所侵扰的非法意志力，并且在现实与梦境中都会全力以赴的人，才能成为假面骑士这子嘛？要回花瓶碎掉那段哈，各位肯定也注意到了，铁也是有对此做出了反应的，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刑警的直觉嘛，主要是那个地方表现的真的很暧昧，就感觉上湖类刻意模糊了梦境与现实的界限。或者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如果铁野不是对现实中发生的事件做出了反应的前提下，那他能察觉到梦境中的花瓶破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此刻正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呢？前面我也提到了嘛，铁野和彻夜同音，彻夜就是熬夜通宵的意思，懂了吧？铁野因为守的墨或者通宵查案什么的，熬了一夜，恍惚中对梦境里发生的事件做出了反应。可以，也是有一点分不清梦境和现实。我觉得这个角度很有趣，包括那个警官是怎么知道世界和梦境有关的？对，就是他经常熬夜，时不时就会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进而察觉到了梦魇的存在，这才把安详事件的调查方向转向梦境或者说梦魇了。对，男主这件事就是离奇事件嘛，对男警官来说，我能不能在这里拿到一点突破口，反正也是碰运气嘛。然后他发现男主衣服里面有一条腰带，所以下一集他们两个就有交集了。对啊，而且结合之前的情报来看，怪斯克对墨调查心灵之门或者说梦主会有很大的帮助，刚好也对应了那句谚语嘛，一富士二鹰三茄子。那这样说的话，今年是避免不了要走刑侦路线的了，因为各位也要考虑到，这集实际上是墨的梦境和潜入他人的梦境找寻梦主的心灵之门的情况不太一样，也就是说，后续他们得先调查到线索，找寻到心灵之门，才能进入这子完成任务的环节。对的。我在和各位看剧以前，有和某几位组员先讨论了一下梦胶囊这个道具的原型问题。我觉得就是扭蛋。以造型而言，肯定是扭蛋没错，但我们想探索的是创作者们发掘出扭蛋这个造型的源头是什么。结论而言，第一个是《盗梦空间》里出现的陀螺，即主角用于区分现实与梦境的图腾嘛。第二个是走马灯，只因其背后有着人生如梦、虚幻不实、因果轮回、报应不爽等意象。至于第三个，我们则从胶囊这个名称去切入了，
你们知道红色药丸、蓝色药丸是什么吗？哦，黑客帝国了。选择红色药丸代表觉醒和面对现实嘛，选择蓝色药丸则代表继续沉溺于梦境中。我们认为可能是有些这样的讲究，所以墨的第一颗梦胶囊才是红色的，不过后面还是会有蓝色的梦胶囊就是了。当然各位其实 get 到扭蛋内层含义就可以了，我们只是以此再发散了一下而已。只要它做成扭蛋的话，还有老虎机777的含义，就是中大奖的意思。对，所以我才觉得今年这个扭蛋的设计挺有意思的，而且日本线下是有专门的梦胶囊扭蛋机的，500日元一发，算是这么一回事了。另外，胶囊日语念作 capsule， 梦胶囊在日语里念作 capsule， 它的尾音既与 dream 也与 film 同音，因为胶囊内部的4格图片也可以当成胶片嘛，所以这个名字也取得挺讲究的。然后我再顺着这个话题延伸一下，结合第一集的剧情来看，腰带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心脏起搏器嘛，它在腰带上面的梦胶囊，我们可不可以认为是外置心脏之类的东西呢？参考钢铁侠的方舟反应堆嘛，可以联想可以这么联想，但它因为带上了腰带，心脏重新跳动，作为骑士重生也行。我觉得两者不冲突的，心脏起搏器救了他一命，但他要变成假面骑士，还需要超入梦胶囊嘛。更换胶囊就有点像是更换外置心脏，这才能够使用每个胶囊内封存的梦魇的力量那种感觉。而且各位知道吗？今年为了给腰带增加点可玩性，节目组是专门给墨变身为每个形态的 Z 都设计了一套变身动作的。要不怎么卖玩具呢？对，因为今年腰带的玩法真的很少，也只能在这些部分去做加法了。然后各位实际观看了自己的变身流程过后，还会觉得男主变身很油或者色气吗？那个动作很像硬汉流血，然后这样擦一下血。战神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啊！你可以说他第一次变身就这样的，后期就路径依赖。当然也可以解释成睡醒擦口水吧。还是油的，给我的感觉不是油，它有点刻板印象的硬汉感。没有硬汉的气质，非要装那种气质，不就是油吗？不是，如果节目组找了个看着很硬汉的演员来演硬汉，到时你又会说他在现实中不像全性男孩了。结果而言，他们肯定得找个全性男孩在梦里装成硬汉啊。对，而且今年男主在现实中的塑造还挺戳我的，就像邻家男孩一样，天然让我有种亲近感。我还挺喜欢今年这个男主的。现实中表现得很普通，我觉得这一点很好。但是在梦境中妆造不太行，你可以让他特别，但是这个垫肩垫的太高了，有点。是啊，是，我觉得就是得用力过猛的。他都做梦了，是不是？再加上他不是人格切换或者变成了另一个人嘛，只是一个现实中的犬系男孩在梦里装成了硬汉而已。那妆造浮夸一点，也更能凸显出他现实与梦境中的那种反差嘛，是不是？那要说的话，今年妆造比较灾难的还是2期吧。对，有点老。TV 怼脸那张照，我觉得他脸颊都开始往下坠了。这部分的话，我先持保留意见吧，毕竟参考男主的反差设计，估计诺克斯在现实中也会是另外一种画风吧。兴许就是刻意拍的这么老的呢。然后各位目前对于诺克斯这个存在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诺克斯他目前为止就不在现世，一直在梦里。如果他一直存在于梦里，有没有可能他在现实中正处于昏迷状态呢？比如说成了植物人什么的。那有点狠。诺克斯会不会就是黑箱案件的受害者之一？噩梦虽然成真了，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候逃了，可能性真的很多。我最后再把犬性男孩相关的一些东西聊完吧。各位应该也知道的，新井龙太郎连续试镜了3年假面骑士，才终于在今年梦想成真了。而我基于他近期的访谈内容判断，他去年试镜嘎补时，应该已经进入最终审查阶段，就可能已经是几进1了。因为他曾经和日野柔辅搭过戏，可是他最终还是败给了织田银河。就我自己也幻想了一下，如果让龙太郎来演生真，好像也 OK， 也不是不行，那肯定是银河更合适。不过我认为这也和银河在试镜时那种日常脱线的表现脱不开关系吧，毕竟这能给评委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嘛。然后他吃东西可能吃的还更香一点，这才略胜了龙太郎一筹吧。也有可能。龙太郎其实在开机前有专门看了鲁邦三世以及碟中谍系列去学习该如何饰演一名特工。我倒是觉得碟中谍作为现代特工是比007要好的，但他这个风格还是往007上靠的。我觉得都有摘一点吧，几百家所长呗。在得知这次的试播集是由上湖内这位在《网样战队君王者》中积累了大量 LED 环幕运用经验的监督负责，且今年的预告里还频繁的用上了 LED 环幕技术过后，我本以为东映那边是想释放出这次要大量使用 LED 环幕来制造梦境这个信号的，结果上湖内拍摄的第1集却反其道而行，用极度写实的手法来诠释噩梦。虽然与我的预想有所出入，但仔细一想，这才是其高明之处所在吧。只因噩梦如此逼真，让难辨虚实，恐怖感才油然而生。这点其实也得到招品屋部分组员的认证了，他们在看剧过程中就有被吓到好几回。当然，我个人更多是在反复拉片以后，才逐渐感到了后怕。为此，容我给各位分享一下自己在拉片过程中的些许发现。在莫睡着以前，美浪有说自己要回家拿东西过来，那站在观众视角，这个走出电梯的人应该是美浪才对嘛？结果竟然是梦魇。
当然，在早有心理预期的前提下，我反倒会想，果然是要这样拍吗？进而内心毫无波动。那不知道屏幕前各位是否有被这一幕吓到呢？而后莫所逃之处都是他白天去过的地方，就印证了那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包括后面出现的小女孩、被绑架的林梦，以及苦口婆心劝说莫的美浪同理。另外，在梦境里，莫从 A 地点逃向 B 地点是直接跳跃过去的，只因梦境中出现的场景通常不会平滑过渡，而是硬切，甚至直接融合在一起了。其中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处理分别是，在人才交流市场内部的莫想要往外逃，结果他就从人才市场外部逃向了内部，然后直接跳跃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想要逃到新的空间，却一直在先前的空间内折返。还有他在上楼梯，结果又变成了下楼梯。就相当于他一直在逃，却从未逃出过梦魇的手掌心，甚至让猎物逃窜去惧怕，也不过是梦魇的恶趣味罢了。不过个人认为这段拍的稍微有点快，导致我初看时都没能完全注意到这些细节。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拍的这么急促，也能反映出莫的心理状态，进而让观众更有代入感。紧接着，莫逃向了自己的心灵之门，这里他选择推开门，后面却变成了拉开门，这点同样深得我心。而且这里的表达也十分的高明，因为莫他一直就处在自己的心灵之门内部，结果他就逃了回来，相当于他根本没法逃脱自己的梦境。看懂了这段的表达过后，我才真正的后怕了起来，毕竟我也有过类似的体验，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同样如此。这一趴我想再把制片人和上库内在本集复音轨里头聊到的重点分享一下，全网独一家。后续还想看的话，请务必给招品屋多点正面反馈支持，毕竟这次的研讨是不一定会周更的，反馈好另说。臭皮提问，近几年的夜戏都不多，一开场就拍夜戏还挺新颖的，那为什么要选择夜间拍摄呢？谷中批者表示，梦境的时间设定其实是相当自由的，这次选择夜晚的主要原因是戒指会发光，这样能让它更有表现力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就决定至少要在试播集用心的拍摄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夜戏。三位大佬一致认为，现实中的万金墨纯粹是龙太郎的本色出演。上古内觉得龙太郎挺努力的，周围都是专业的动作演员，他作为 C 位要是表现不好的话，就会显得突兀，但他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段拍摄。然后这场戏是从开机第2天起分了好几天拍完的，至于第1天拍的，指的是莫救小女孩的那场戏。剧本构思阶段，他们都在苦恼要给林梦设计一个怎样的广告，到了最后，他们选择了很贴合这部的主题，或者说反映出节目价值观的广告，并以此来鼓励莫。上库内认为自己要通过镜头画面表现现实与梦境的区别还挺难的，为此他想要把现实拍得特别真实。另外，在拍摄过程中，上库内得到同事们的建议是，能不能多拍点莫睡觉和睡醒的场景。为此，他也有在反思，睡觉和醒来一定要拍得很到位才行，这样才能让观众真正的带入其中。也就是说，尽可能不要让观众分不清梦境与现实。不过这个地方可以把玩的点还挺多的，就不知道后续的剧集会怎样来处理了。跟游戏领域、内心世界、奇幻世界、镜世界等不同，谁都会做梦。他们认为要怎么做出有说服力的梦境，也是件很下功夫的事情。为此，他们内部是得有一套自己的梦境构筑指引。首先，这是谁的梦境？他为何会做出这样的梦？透过他的视点，要怎么呈现其梦境？梦中谁是有意识的？谁是 NPC？ 还有像是小说般不同人称视角的展开等，以此为准则，构筑出能让大家每次观看都会有不同感悟的梦境。事实也是如此，反复拉片过后，我每次都能发现很多自己初看时不可能察觉到的细节，这同样是我观看戒指的乐趣之一。正因为戒指经常涉及到梦境，上库内认为这反而是一档很重视真实感的节目，为此他不会去用特效啪啪啪啪成梦境，而是想要真实的梦境变化。就比如 C 把的时候得通过翻页来让世界发生变化，但戒指就不会这样，一开门就跳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明明眼前的道路是平坦的，刚迈一步就突然到了悬崖边。上库内追求的是这样的表现形式。关于现实中的墨飘起来的情节，上库内认为自己也无法解释这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后面臭皮也接话说，我们睡着的时候有没有飘起来过，自己是不知道的，这也是可怕的点，就有种说不定真的发生过的恐怖感在里头。谷中批表示，今年这集的整体设计从最初的草图阶段就已经很完整了，后续尽量没做改动。从拍摄角度来说，腰带靠近脸会更容易被拍到，而上湖内指导的点则在于这集的肌肉线条，只因他认为最近铠甲系的假面骑士太多了，这次不能这样。上湖内认为，正因为梦里什么都可以做，不加限制的话，新的点子就很难出来。为此，他给渡边淳特别交代了打戏表现上要遵守3个原则：一，要做优博战的真实战斗；二，要利用梦的效果展现梦境领域的描写，比如剧内的梦地毯就是基于这点的产物；三，利用戒指能力的描写。视频尾声，我再把和美浪有关的线索给各位列出来，并分享点自己的猜测，就快点结束吧。写着又超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剪。现在熬夜通宵是不可避免的了。视频开头我就故作玄虚的说了句美浪是只猫嘛，这样说其实只是想骗路人点进来而已。
我真正想表达的其实是节目组有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将美浪和猫给联系在了一起。最初让我察觉到这点的是，莫被车撞了过后，上户内在这一分镜里竟然选择了以这样的角度来拍摄美浪。那我能想到的只有，他希望有观众能去注意到美浪的项链了吧。带着这个疑问，我在拉片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现。这里我放原片给各位感受一下。各位有听到什么吗？没错，猫叫。而且美浪的毛绒发箍上的动物像不像一只猫？当然，你说这是熊，我也不能反驳你。个人的理解是，节目组不想表现得这么明显，才给演员挑了个比较模棱两可的动物发箍。另外，在此衍生剧内，美浪就梦见了自己负责的艺人躲在一间偌大的猫屋里头，进而撞见了猫型的梦魇。当然，这个梦魇的灵感来源只能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只因其身上有着柴郡猫、疯帽子，兴许还有故事中的反派红桃皇后的元素。当然，核心还是柴郡猫就是了。而我刚刚提到的这一画面中，墙上的兔子、猫还有恐龙，也只能是在对应《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白兔先生、柴郡猫以及炸伯龙或者说梁龙。且 Minami 还和 Koneko 有着相同的发音格式。基于上述提到的论据，我确实很难不去联想美浪这个角色的特殊性。当然，你非要说猫这个意象只是如同黑客帝国中，你要通过一只黑猫以完全相同的姿态走过2次，进而察觉到虚构世界的虚假性那般，创作者们只是想让墨通过美浪来区分梦境与现实，也完全 OK。但结合目前美浪对于哥哥的态度来判断，他应该是知晓哥哥的身世或者说秘密的，这才让我对他向哥哥说出的那句“你绝对是在连神明也遗弃的星球的根源里出生的”产生了怀疑。当然，关于墨是不是外星人这个猜测，我其实也有3点论据。一是赶捕完结时，洛尔德墨被 UFO 电击了；二是墨进入和司令官会面的房间时，他身后的油画就是坠落凡间的天使；三是把 Z 里的3个 Z 给去掉以后，还剩下什么？画公仔不用画出场了吧？套用到节目里的世界观，是不是可以联想到墨是梦魇与人类所生之子，或者说是月球人与地球人所生的孩子呢？那为何我会把上述的星球暂定为月球呢？因为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还替地球抵挡了无数次小行星和彗星的撞击，这不就是墨想要做的事情吗？当然，我还是那句，目前信息量太少，以上推测各位纯当听个乐就行，更多的咱们下期再续吧。视频尾声，容我代表招品屋向坚持看到这里的各位表以最高的敬意，做好梦。